你在画这边的时候，你在想的是什么？阴影吧，树干荫。 12, 11, 10, 9, 8, 7, 6. Welcome to Paintable 最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们今天要干嘛？我们今天来到嘉庆带下镜头。我们今天来到六张里。今天主要是3个人要 PK 写生。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去那个乱葬岗，找你来，就是为了不要让我只输给嘉庆。那你知道为什么会今天会来这里吗？为什么？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的那条路其实就是个蒙阿波。很屌的事情是我那天带我女朋友去看家具展。然后那个家具展，我开车开到一半还剩3.5公里，然后那条路是一个没办法会车的路。我看 Google Earth 后面全部都红线，然后我想说，干是不是僵尸在那边排队？就我一下车，全部车都堵在那里。但是我觉得那个风景实在太棒了，然后我觉得一定要带你们俩来看蒙阿波。你画过蒙阿波吗？没有，完全没有画过。我看你的写生基本上是哪里都可以画，差不多。台北的阴宅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风景其实都还蛮好，就是一种半山腰，然后可以看到台北市。所以今天虽然我们要去画是蒙阿波，但是其实是借由蒙阿波看台北。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我是富安我们今天组了一个就是新北的那种鬼火少年团，那我们是一路从新北打家劫舍到了六张犁这个地界，等一下准备要去画这个乱葬岗。而且好玩的事情是什么？这边的乱葬岗其实是当时很多戒严时期的这种所谓受难者的一个当时的处决地，就是乱葬的地方。对，等一下我们去大概也会经过这个地方，所以接下来就随着我们镜头，我们一路往上骑。OK， 好来 ，Go。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公园就在这里。我那天就是被困在这里，走不过去了。我靠，你看这边还有101耶！对啊，哎，看这边有101耶，阳明山、观音山，然后林口台地。对，那我出现在里面。哦，你主角在里面了。哎，是福德根还是？他刚才就指就福德坑、算那边是木栅。木栅那边。啊，没有，我们刚刚画到现在，嘉信只画1张嘛，对不对？对啊。你什么感觉？很难画，很难画，对不对？这个景还算很漂亮了。就是因为很漂亮，所以他第一次画完要想一下。反正我刚刚画了一个远景，因为我们刚刚没有除了杨富安以外，其实就是我跟嘉靖开头都选了一个远景，有坟墓又有山，然后画完容易黏，就是要不然就细节到不行，然后没有什么意义。然后我就再画了1张，然后我就把景再取得更小一点，就只有这个小山坡而已。后面摆了一个101，突然之间就有一种写实主义那种什么阴宅阳宅那种感觉。我看你第2张情况好像也比较好，对不对？对，因为它也是范围缩更小，然后它就是物件没有那么多，就是有3件。我感觉你第1张是不是有一种你自己也不知道画什么的感觉？很摸索啊，就是想说第一眼看到的东西，看能不能把它收进来。但是因为坟墓它就是可能有点乱嘛，然后它就是很难去处理，很多都是靠树叶去撑场面。总之我是第1张画完之后，我虽然没有错，我没有觉得很糟糕，我只是觉得很没有重点而已。我们等一下去找别的景，我们就不要画一个大景，好不好？然后你剩几趴天？55吧。我是30，嘉颖剩几趴30也是30几。？OK， 好，走吧。我昨天写不是很屌啊！马赛利兹感觉。有啊有啊有啊。好 ，OK， 我们现在回到室内看一下彼此今天的缩时摄影长什么样子。我们看完之后再来讨论说，大家觉得今天这画的怎么样？最后我们再请网友帮我们决断出到底我们今天3个谁画的最好。所以我刚才打卡的大小，刚开始我是打这样子，然后你看我就一直在往下缩，你有发现吗？就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画大了，然后我就用
缩小比例把它往下缩，然后我再缩。啊，你是这样把它延伸？对，我以为你是一次就对定好。我到这边的时候就重新看你们画的怎么样，他觉得等一下不行，我再这样继续画下去的话就太憋了，就是它一定会变成是一个细节又很满，然后不知道在干嘛的东西。结果你知道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一个换笔刷，然后把它都刷掉。好，我现在觉得笔触太憋了，画的很不主动，我觉得画的很不舒服，所以我就不要。好，之后我就看你们的画了，我就把它改成这样。哦，就开始变这样。对。所以你原本那个笔触就不见了。对，好，然后等一下到了这边的时候，我又去看了一次杨帆跟你的，然后我又看到你的，就那个 U 型骨的东西，然后觉得等一下不对，这个气度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就看不出整个山谷了，所以我也要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说，把它缩得很小这样子。好，然后我画这边的时候，我想说，我前面加这种很锐利的笔触，一定会让你们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厉害哦，好酷哦什么的。对，你画画的时候想很多。对，而且我就想说，不行，要使用分身解数，不可以再让上一次这种败机重现这样子。然后你看，我开始画那个就是龙阿波那种特别那个红色的那个对瓷砖的那个楼顶有没有？对，然后就他们一定没有画，然后画这个东西，然后开始弄楼。你看这笔刷是不一样的哦，这个笔刷是就是很锐利的，然后这个笔刷是刚刚就是看你们画之后就把它改成这样的。我故意想拉一个远近这样，然后当这边一画的时候，我就开始糟了，因为它要开始像很正常的空气透视，然后加大楼，然后大楼一加，我想干更糟，就更像了，你知道吗？就更像了，对，我这个我就不想画完了啦，因为我觉得毕竟它已经不再是我们在画的那个蒙阿波的那种感觉。我一开始在抓那个，就是我在看这个构造到底要怎么摆啊？对，对，就是，然后我决定后，我就大概开始。然后因为那里那是你走来走去，那是你走来走去的那个时候嘛，而且很亮，所以其实我看不太到我一开始在上什么东西。然后所以我是上完颜色再把它区分出来，然后再决定的。对，接下来这边就想说画建筑，然后想说建筑要画到什么程度。就是把那些山的那个看的感觉整理出来吧，我觉得。这边重新整理一次，另外一边就是那个梯的感觉，对，让它更那个。你说一阶一阶的感觉？对，一阶一阶的感觉，然后加那个墓碑的那个东西，然后。然后整理左边的树，整理右边下面这里。那你像人已经站在更高的地方，但其实我们站在那个，我们其实在这里啊。对，因为我其实是觉得那里的山的互相的空间感很有趣吧，就是那个。就是我画出来这个样子，对，我就是在想那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画啊？墓碑那个我反而就有提点到一点就好，虽然现在看好像也没有提点到，不知道，就是只能把它做点景这样。对，就只是把它做一点提点。因为我感觉这张画到一半其实会花掉，它的太多关系太复杂了，整张会腻掉。好像画了一张你看完也不太知道是什么的一张画。但这个组合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蛮喜欢的。当下看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其实这边的转化或这边的转化，这边的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再细一点的描绘。可是我记得你当时讲过一句话，就其实这种画很适合做成那个霍肯尼大峡谷的那个东西。对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要再重新整理、再观察、简化一次。但是它摆在这些位置或者说这些位置把它画的大一点是对的。意思是说，如果有空的话，这是一张可以成为大型制作的东西。对，它可以画大一点。杨万，你觉得今天那座山怎么样？很混乱，我觉得，就它很像都粘在一起。那你去的时候，你有觉得就是说那个山势很好玩吗？主要是可以看到中间、下面跟远的，还有近的，然后上面还有。
一目了然各种透视吧。那我觉得那是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我相信霍根去大峡谷看的时候，他其实也会这样，看往下看也有景，然后往上看也有景，然后往中看也有景。就像我第一次画完之后，你把它缩小，还有东西可以画上去那一种感觉。对对，我会大概先抓一个区域吧，对，或者是大面积处理，然后就是先把前景的东西大概先抓出来，可是我注意就是一直蛮分散的，我一下处理左边，然后可能快要处理右边或是上面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要一直看整体，一直看整体，对，就很像画一个大圈，然后再那个圈圈越画越小的感觉。看你笔触真的是很乱呢，对吧？看超级神奇的。可是我还是有顾区域吧。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你画到这边的时候，那你怎么想你的天跟树的这种交界的？你当时脑袋里有闪过这个问题吗？就它还是有个大斜角吧，主要是那个斜角要出来，所以左边天空它的面积会比较大，所以它要拉一个斜的东西。树的造型就是有点即兴吧。因为你有发现吗？打稿的时候，我刚才是用细线在打稿，然后你是用一种很大的笔刷这样子，就是大概做一个石头动态这样。然后杨帆那根本就是从一种白浆糊开始起，你知道吗？然后就这个东西就这样子慢慢浮出来。它有点随机吧，我觉得。我就是快速去捕捉大概的感觉。就是说他已经不在意这边的那个，因为其实这边我们当下看有更多的注意力动势还是还是墓碑嘛，还是那个对吧？但他这边已经决定好了，就先放着啊，因为现在好像也没有办法处理。然后这时候应该是旁边不知道什么家，先把坟墓问题先解决。可是那个透视可能就有点飞起来吧。我后来觉得坟墓可能有点变大一点，因为它距离比较远，然后它那个分割高低那件事情，我想很久，就不知道怎么弄，又怕会砸，所以我记住这是那边都比较多是横线啊、直线在排，就比较方正的东西。然后把坟墓的颜色重点抓出来，然后墓碑上那个经文什么的，黑色那个重点抓出来。比如坟墓那边有很多颜色，但就是要整理取舍，具体在取舍。你在画这边的时候，你在想的是什么？阴影吧，树荫。对啊，他刚好又把前面跟后面的层次再推出来啊。如果这边跟前面一样的话，就平掉了吧。所以至少让它有个分明的东西。不过你整个笔下的世界就是非常崩啊崩那种杂乱感是真的有，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第一轮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轮。你看我这时候起稿就已经不是之前那种很细线的方法起，偷构图。来看，我这边，对，我擦掉之后再往回覆盖，有没有看到？我觉得可以，我就想这么试，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乱做涂色法，它会让我从现实当中脱离出来一点，所以我就乱做一下。然后这边就说还是我之前那个技法，就是前面拉点，然后让它变得就产生距离感了，然后它不是有那种石头吗？就它那个石头墙那个纹路有没有？我就是点点而已。然后就取了几个标准颜色，就是这种坟墓的那个中央纪念堂屋顶蓝，然后猪肝红，然后这种圆形的，就大概抓一抓这样子。我这边其实就是把东西大概填完我就把它放在那边了。然后你们看到，其实我原本是要上蓝天的嘛。我后来觉得每次上蓝天的时候，第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它感觉很不空，然后再来就是它很不台湾。就蓝天不画的太蓝，其实在热带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坟墓的刻画更明显，第二 round 就是策略就在坟墓上。而且我觉得坟墓用这样画蛮好的，就是用勾线然后跟点来画坟墓，可以让它很好跟植物分开来。
因为我会觉得坟墓是一个照实画也不会好看的东西。照实画如果很远，它就要全部涂满。对，所以我觉得这里用这个策略很对啦，就是说如果每个都涂得像杨帆那样，也不难看，可是就花很久时间。然后反正这边用点的，我觉得这样表现很清楚。这就是我看了之后我想到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会觉得全部都腻在一起是今天最可怕要面对的问题。决定就把镜框再缩更小吧，所以就是专心画每一个坟墓的样子。对啊，就是不能太像第一张那么贪心，你什么都想放进去，就可以更取舍那个重点。然后就是说也是大块处理，可是它的块面数应该是比第一张少比较多。就比第一张更加的减法吧。我其实觉得这张，我把那个坟墓的亮面用向下擦。不，我想讲的是，我觉得这张在这里的情况是最好的，就是这边都还没出现东西的时候，差不多再过去一点，看这在写什么中甲中啊？有没有差不多？就我觉得差不多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是最有意思的状态。哦，你觉得远景真的很多？就远景你可以放，嘉欣你觉得呢？就是在这里的时候结构很清楚了，然后这个远景没有那么乱，我是觉得还可以画。但在这里这一块，我就觉得蛮好的。对，我也是刚刚在后面到这边的时候，觉得有一点平调了，有一点平调了，就这边有一点平调了，这边害这边平调了。哦，因为后面明度很接近中间。对，而且因为这三个又在引导这个视线往这边了，那结果这边没有重线，没有什么重心，对。可是这三个我还是觉得很好，就是画这三个选择很对。OK， 那我们再看这个我们的最后一 round， 因为嘉欣今天是2张，我是3张，杨焕是3张，然后我最后一张一下就没电了嘛，所以画得很赶。然后我看一下我的最后一张吧。我自己觉得这张是我今天画最好的一张。我觉得这张有做到别的媒材没做到的事情，那很像是一个 iPad 速记下来的东西。它的感觉其实比几张都还更加的不啰嗦，而且坟墓刚才就不长了，我就直接就是 let it be 就勾个线就得了。但我很怕我这样讲，大家会觉得好像只要速度很快就很好。它的用意只是让我自己解放啦，它并不是说它在绘画的意义上真的就是比画得慢的还好，但至少是我觉得，哎呀，我又抓回到一种写生的状态的那种东西。好，反正这一张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画完上一张，然后再看就在观察那边的元素啦，所以我这一张就只是想画那边的元素而已，就是把它用一种元素化的方式画出来，然后它就是它的植物怎样啊，然后那边的东西怎样，对。还别说，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是对坟墓来讲是对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干脆就一户直接开干坟墓跟它的植物，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直接跟它作战就没，我觉得没有问题，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个花园的感觉。我其实觉得那里很像花园，然后那边最好笑是它有这种剪得圆圆的树，然后有这种尖尖的树，然后还有那边后面很乱的，但这边乱的没有弄得很好，因为我那时候手被蚊子叮了5、6个包，我很痒，就是因为我之前画写生，我都可能会采取一种照片式的构图，然后就一五一十的画，然后我今天在画的时候，我其实在想说，我能不能画我知道的，然后重组就好了，就不管是前一张或这一张，我都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想要找一个摄影师的角度画，因为我知道可能那样画通常一定会过关啦，但就是已经觉得那样子没有什么好想，所以上一张是画山的那个样子，然后这一张在画坟墓的一些构造跟他们植物的之间的对比，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真的就是看久了会看出一些规律，那如果直接画那个规律到底会长怎样？就到第3张已经完全没力气，所以后面
都是等于是一直去看色块，就已经没什么在想结构跟透视的问题，就它完全是自动的在跑，对吧？哎呀，比如说，我觉得你第3章的状态，我觉得很清爽啊。就是它也很 speed run 吧，是，它很速写的感觉吧？对吧？就是它完全没有要去雕琢什么，就你在东抓西抓了。这像砖墙，这已经像一个很多砖墙的地方了。对吧？像抽象画。他那个石板片已经不想画了，你知道吗？就直接打砖块的那个纹路上去，变成那个 Minecraft。但是它最后面还有个像排位的东西嘛，就是但哪个是排位？对，这个内区，但是那个也不知道在干嘛。OK， 前面已经画坟墓画泥了，对吧？我想后面能不能至少排位可以更明显，但点上去发现还是很像房子。画到烦，画到累，往往会让你有对那东西全新的画法跟看法出现。因为你不会再用之前的系统去工作。对，你是累了，你就是烦了，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就发现杨富安他这几张，就是他每次刚出的时候，其实都不是那种就是构图马上就出现的那一种状态，他那个东西都是东拼西凑之后才搞出来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刚刚只在想说，这个画法拿来画没画过的景真的很好用。就比如说像我第1章我就被山吸引走了，就没有再画墓碑了。但是他这个他就是先看到那个重点，然后就直接一直在那个重点上画，其他再加上去。我只是觉得这个方法在画新的东西的时候感觉很好用啊。譬如说像这个他完全没有在管山那些，我觉得这件事还蛮厉害的。就反而在这几张看下来，那个墓碑画得很清楚。你觉得他那是种暴力解题法了？我觉得很万用，我觉得很好。就我觉得下次我想拿来画一些，因为我每次画写生，我就会很想要画空间。杨富安跟我们2个都比较不一样的是，比如说这里，其实这里有没有？如果是我来画，我一定会先想把这2层是分开的，我可能做2个射程，或者是说我就这边的笔触跟这边笔触乱度绝对会，这边可能就超级不乱，这边可能就超级乱。但杨富安没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他每次都是长出来。但总之，你们今天这样画完都什么感觉？我觉得坟墓真的盖在山上的坟墓真的有够难画，就是因为如果你喜欢画风景，又想要画坟墓的写生，我在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打架，你不会敢把风景放掉，但你坟墓又觉得你现在要把它观察好，有点很花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蛮难的。今天这个也是因为说他直接考验一个完全陌生的，然后平时根本画了也没用，不知道为什么要画他的东西。然后这种事，它旁边还有一个非常入画的山，那个山真的蛮漂亮。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坟墓画，这超多都可以画。可是我们偏偏那个就是一个命题作文嘛，我们就是要画坟墓这件事情，所以会变得非常的两难。我自己本来就不太擅长画人工的东西，很少画人工的东西。可是最好笑的是，今天画完你的看起来是最认真的，就是有认真在解题的，就是他是认真在画坟墓的那一个，然后就是我们里面最认真画坟墓的是他。因为我可以理解山，它完全是把你拉到至少60分的方式，你山上去之后都不会太差。反正今天感觉就是要处理人工物啊，或是自然物，然后它同时又很多又一大坨，然后资讯量就太多，所以它取舍这样难度会超级高。然后就是画人工物，你又不能画的太方正太笨。山我是觉得树叶什么，我是觉得还好，没什么问题。主要还是坟墓吧，很难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难到，但是我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这就是写成一个很靠北的事情，就是说，你说真的，今天我们画完这个之后回家，这张画可以拿来干嘛？它可以拿来再创作什么吗？除非我们真的要画坟墓，而且如果我们是要回到家画坟墓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拍照？反而更自由嘛，你不会觉得我都已经到这边，我一定要画的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其实这有时候让我想起写生，那真的是一个怡情养性。就其实我们今天3个去坟墓，就真的是去钓鱼，就我们3个真的只是去钓鱼，然后看能钓出什么。但这个东西跟我们未来的生涯到底有什么很直接正相关，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OK， 反正 anyways 就是今天我们出了这项任务，然后在圣诞节前一天，我们挑战的画的是坟墓。
然后正好印证着我们3位就是梦床上非常那种屁孩少年的那种新北臭小孩，然后爱到处跑这种感觉。那我现在就是要问网友，你们觉得在下面谁比较厉害？那如果大家觉得是杨富安比较厉害，就你打个安；觉得嘉庆比较厉害，打个庆；那觉得杨丽比较厉害，打个丽。就是这样子，安、庆、丽，然后大家看怎么决定。然后至于有没有想看未来我们把坟墓真的画到画布上，然后画出一张大张的那种很奇妙的东西，我们就再说啦。OK， 那我们感谢杨富安来到这节目，然后感谢嘉庆。OK， 这支片的本是关于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们下次见喽，拜拜。